7月17到20日，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好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来欣赏由中华排协主办的 AV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在屏东站的现场直播。那在这次的比赛呢，包括到透过 MOE Sport 这个 Hub Sport 以及 AVC 的官网、中华排协的官网都可以欣赏到精彩的比赛。那重头好戏，本日在上午的重头好戏，当然就要焦点锁定在我们台湾中华队的身上。那么这场赛事呢，待会要来看到的对战组合呢，就是由台湾的刘碧欣以及吴淑芬，这是台湾1队，也是赛后的第15种子，目前积分呢有192分，但是他们要面对的泰国3队的对手啊，实力非常坚强。目前累计的积分呢已经是1235分，所以双方在分数上面呢，大概有这个8、9倍的差距。那赛前呢，也跟我们的球评老师呢顾乃涵老师啊也聊到。就说这一次的这个泰国队，现在中华队呢要面对的这个泰国组合啊，其实也是蛮有潜力的，然后年纪也非常轻，所以这边就要来请教我们的球评老师说，这场赛事呢对于中华队来说，这个最大的挑战在哪里？因为对方其实青年队嘛，当然就是年轻体力不怕，是那所以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一定要更稳定，然后从发球开始。然后在拦网跟防守一定要确实做好，对，因为对方泰国队其实他也有强控，那他的虚攻你也不能乱跑，所以拦防的指令一定要做好，然后并做到之后防反的冷静度去突破他们。是，那这2支球队啊，其实现在对中华队来说，就是我们的碧欣以及淑芬，因为在昨天的第1场比赛呢是顺利的获胜，但也是打了一场硬仗啊，也是打到了3局才惊险的拿到了胜利。那但正常来说，现在这一组啊，必须当然还是得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因为其实中华队赢得并不轻松，在第1场比赛。那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会形成3强鼎立，刚好3强鼎立的一个局面？所以换句话讲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你要赢之外，那当然就算输，你也要把这个你自己本身的每一局的这个分数呢打得越高越好。然后就算能够输的话，在对方手中拿个1局也能够接受。好，现在要准备介绍双方的球员进场。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25 AV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atch number 31, Chinese Taipei versus Thailand.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 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Kasim from India. 来自印度。第二裁判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Wang Boxuan from Hong Kong, 来自香港。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 ，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泰国队 Team Thailand, Number 1, Samladi Gagao. Next player is Samita Simalona。接着介绍中华队 Team Chinese Taipei Number 1 刘碧欣 Number 2 吴淑芬。好，双方先礼后兵，这场比赛要正式的开战。那这2支球队呢，目前的所处的这个组别呢是在 H 组。那现在我们的中华队呢已经拿到这个2分的积分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到第2场比赛，比分哦，好球。哦，所以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因为在同组的澳洲3队啊，应该是已经连输2场比赛了啦。那这场赛事就是，对于双方来讲，就是试个水温切磋一下，并没有什么晋级的压力。
对，但还是要拿分组第一会比较有优势。没错，哇，哈哈，这个反应真的很快，让人意想不到。用举球的方式，所以也算是带着一个假动作，双方争成了1-1的平手。我相信刘碧欣有机会应该也会还他一颗。对，输人不输阵。好球，好，碧欣在进入到比赛啊，看起来今天的状态是不差的。对。10分的发球。靠啊！哇吼吼，笑脸狼真的是有力，弹跳速度也很快。嗯。接发接得很好，比心再来一个得分，哇，8分1把啦！截止到目前为止，只要有出手就是得分。对，很冷静。那现在这一次呢，中华队啊是派出了4组的代表，男女各2组。那目前呢就剩下2组在晋级的名单当中。对。哇，可惜，可惜了，可惜。毕竟自己也知道，他已经猜到这个球的球路了。但对方打的角度真的也是够刁钻了。好球啊！差一些，可惜了。要走一个斜线的路径，对方拦直，意图是很棒的。嗯。好，考验中华队这边啊的接发，不想要分数被拉开，这个得分。想办法拿下来，哦 ，nice， 真的是还一个回去，但不是碧欣啊。好球，反应很好。嗯。9分的发球，单刀压得很低，对方，哎呀，马上又还回来。哇，这个两边呢，现在是私底下暗暗在较劲哦。对，这个举球。哇，虽然是青年队，但现在看起来打起来经验以及在场上的洞察力是蛮好的。对。好，调整一下，稍微界内。哦，界内，好球。球。今天碧欣的状态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烫，就跟我们的天气一样。今日的这个气温基本上还是上看29、30以上。拦直，哇！其实，在站位上面啊，拦网的方向呢，都有做到。对。封住了直线啊，对方的斜线角度真的都打得很犀利啊，而且整个球质很强。啊！夫妻球。对，夫妻球。这样子两个人看着球还算感情好的，这种夫妻感情不好一起去接的话就比较危险一点。好，修正，碧欣好球。虽然说这个进攻的焦点都锁定在碧欣的身上，但还是要给淑芬一些 credit， 他在整个接发甚至在这个举球上面呢、都配合得很到位。没错。哇！小钢炮，好球！哎呀，碧欣！啊，差一点，差一点点。哇，刚才第一时间呢，反应真的，应该是说在空中还小拉一杆，这边哇，真漂亮。再赶快退网，能够高手把这球给挡下来。看了都紧张了。对，虽然是丢掉1分啊，在这1分只能说丢得很精彩，但也展现了中华队这场比赛的拼劲。2分差距，
先做好这一球的接发，发一个短球，哇！3分的差距了。哇，看起来现在泰国3队的这个攻击方式呢是还蛮全面的。稍稍调整，比心，哇，被守住，靠网了，要包到，杀一个，好球 ，OK， 两人之间的合作，守住了第一拍，再交给毕心做最后一次攻击的处理。对方接发没接好，直接发球的得分 ，nice。发球好球。好球哎！对方也得修正一下，好，挡住，轻松，再往前，好球 ，nice。哇，今天毕心，哇，真的在场上扮演杀神的角色。没错，很冷静处理球。在上届的赛会啊，其实毕心呢，他们也有打进到这个亚洲沙排8强的纪录。对。好球，难忘。再来守一拍，落在界内 ，Bravo！哇，这应该是今天了，哇，今天太多 highlight 可以剪了。没错。我们台湾中华队这一组的搭档毕心淑芬啊，现在已经反超比分了。好球 ，nice！ 再起身去做进攻，在界内。哇，也是能够打在边边角角的位置。今天拦网跟防守的配合度比昨天好。哇，这比赛看到坐在我旁边的南韩老师啊，都已经热血沸腾，很想自己上场来比赛了。2分领先。但最起码呢，这一个阶段啊，是把领先的位置给要了过来。对方走一个斜线，所以发现得到，今天其实中华队啊，在整个拦网，应该是说在防守的策略上面，其实都是对的。那也都有做到，但是当然可能对方在进攻的角度啊，或者是进攻的手法上面呢，更为犀利。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好的现象，总比就是对方走这个左边啊，那你一直在守右边的这种感觉啊，当然会比较差一些。拦网跟防守都有判读到。首局的赛事，两边分差咬得很紧，相当的激烈。但整体而言呢，我们中华队的表现啊，淑芬扮演着这个非常称职的防守的角色，第一线防守的角色。那毕竟呢，也把他攻击火力非常稳定的输出。所以在赛程的安排上面，其实对于毕兴跟淑芬来讲，应该是比较稍微友善一些了。那包括他们今天的这个对手泰国3队也是一样，就说在第一天打了一场比赛，然后也都赢球，然后休息了1个晚上之后，隔天再来打第2场比赛。那今天当然就是硬仗了啦。对。就说在这个分组赛事结束之后呢，今天基本的所有的球队呢，都应该是要来面对到他们的这个单败淘汰的第1阶段。对。13比10。好，虽然现在看起来呢，在大鹏湾这里啊，是海浪呢，我们这样看起来是蛮风平浪静的。但这场赛事，我们中华队的表现是波涛汹涌。哎呦，才刚说完，被对方掉了一个后场。
打到网袋，收下来，这一分好没问球题，哇！看起来手直，对方打斜啊，这个角度真的都不大好守。嗯，角度还蛮大。对。Samita 的发球，球哇！毕竟这个把排球场当篮球场了，这感觉像这个3步上篮的动作，1、2、3上来，真的哇，相当漂亮。稳定的保持2分领先，看看是不是能够稍稍的再拉开。哎呀，这就是有点贪心了，想要把弹道压得非常的平。没关系，再来就好。好，双方换场。喂，相同的，对，这个是画面重播吗？都想要压平一点，对，没有控制好。对，现场的这个风啊，天气因素真的也很难判定，因为风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很稳定，一阵一阵的，现在就没有什么风。对。哇，厉害！球还在，还活着，好球！哇，硬扛啊！其实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的尴尬。这球守得真棒，漂亮。好，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真的这一波带走比赛吗 ？No， 罚球过头了。没有关系，再接一个。球，好球！哇，今天的效率值2个球员啊，真的效率值都很高啊。除了发球之外，好像看不到什么失误了。搭配的都很好。对。对方也好球，机会来了，真的是一波流带走比赛。现在我们的中华队已经拿到第19分。好球。对，面对到赛会的第8种子。那这对泰国的青年组合啊，其实目前的积分真的也相当的可观。也跟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所谓的积分呢，也跟各个国家或是各个这个选手参赛的比例呢也有关系，有蛮直接的关系。对。那泰国这里啊，对于沙滩排球，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气候也跟我们应该说比我们更加炎热了。对。那沙滩排球呢，绝对也是这个对于泰国来说蛮重点在这个栽培挑战的一个项目。虽然泰国是一个度假旅游的胜地啊，但这个国家呢，在运动的赛事上面，其实像是女子的高尔夫，他们也已经培养出这个世界球后过了。所以呢，在女子高尔夫，现在泰国选手啊，在其实女子美巡的战场上面呢，也是大杀4方。好球！第一时间能够挡得到，但毕竟想要往后冲啊，已经有一点点来不及。我现在就要先拿下关键分啊！这个20分一到手，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了。先做好接发。现在风势又过来了。好球！哇 ，nice！
没有在界内，但是这几波的防守啊，都做得相当好。对。好，双方在换场，分数3分的差距。哦，在界内，这个发得漂亮。对，发了一个边角的这个 ace 球。我刚才心里还在想啊，这个分数如果再丢的话，其实应该是可以喊一个暂停。对。这 time out 的时间点，我觉得非常的完美。然后当对方呢慢慢把这个分差给缩小的时刻啊，因为你到了第1局的这个后段，其实对于两边的球员来讲啊，其实体能都消耗的蛮严重，因为今天的天气也比较闷热一些。对。那现在借由暂停休息调整，再补充一点点精力啊，把最后的2分啊首局的比赛先给收下来。好，暂停回来之后，同样的先做好接发，先接的攻势，看是不是可以拿下第20分。还有，哇，没有，还在。球，想办法守一波。好球！哇，是有拦到网，哇，现在有点压力了，现在就有点压力了。非常可惜。好球！nice。虽然前面的第1拍、第2拍啊有点吓人。慢一点，慢一点，放慢，放慢。对，将错就错，直接点往后场，漂亮的得分，听牌了 ，set point 出现。可以直接发球拿下 ，no problem。Nice up。好，在首局的比赛啊，双方到了最后的关头啊，的确是让人小小担心了一下，虚惊一场。最终呢，我们的台湾中华队啊，是以21比18面对到泰国3队，先抢到第1局的胜利，他们是赛会的第8种子，所以等于是背水一战了。昨天首场的比赛打了3局，面对这个澳洲的代表队，也是相当的辛苦。第3局虽然第3局赢的就比较轻松了，直接一口气拉开，但现在这场比赛呢，感觉真的也是一场硬仗。没错。所以老师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泰国的青年队？那中华队在整个第1局里面，他们能够抢下的获胜的关键，你觉得在哪里？我觉得第一个，我们的发球有达到一个策略，然后在个人的拦网跟防守其实有搭配好，而且2个都有讲好的默契，然后防守起来的成功率也变高了。那防守的转换，攻击也得分多了。对。啊，后面是因为到中后半段你的接发球可能会有一点稍微急，或者是犹豫了，所以就变成是说一下子掉了2、3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真的由守转攻拿下了得分，如乃涵老师所讲，这个占的比例啊是蛮高的，而且成功率呢也高。然后这是中华队呢在首局比赛里面呢蛮重要的一个得分来源。啊，在排球比赛里面，当然如果你的攻击是很稳定的话，至少是立于不败。但是如果想要赢得比赛的话，就得攻守均衡。对。好，第2局的赛事正式的开打，率先持得点呢是泰国3队。
又是必心，哇，这一球被对方给拦到了，很有可能我们的必心淑芬是不是在这一届的比赛就是打3局的命啊？一开始直接被对手来了个2比0，没关系，这是比赛的初段而已。哇，又要再修正一下。好球！反应真的是很棒。我们很多颗都是危机变转机。对，好球！化险为夷的1分。对吧？把这球给挡下来，第一时间吊后场 ，nice！ 这真的就是经验了啦。看对方的，一看对方的站位啊，马上做第一时间的判断。反打了一波2比0攻势。好球，淑芬！好球，赶快起身。对方也能够挡下来，又要再组织一波。但是你仔细去发现啊，在防守端上面，其实中华队在站位上都能够挡到第一排，就算没有成功的挡起来，但都是能够接得到的。对，就代表在防守的策略上，今天是做的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好球！好，所以淑芬也在马上及时跟这个必心在做沟通了。其实有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我们的防守起来，其实举球的有观察到，其实他没有上前拦网，所以有刻意往网子里面举。对。所以说，在整个举球做球的过程中，尽量可能就随机应变啊，去做一些调整。对。在举球的位置上呢，就尽量的靠网一些。好，两边现在这个得分的模式啊，就是你拿2分，我拿2分。Rudy 的发球，好球！对啊，好球！还有来了，哎呀！其实又想要再一次的化险为夷，但这次呢没能打过去。对。位置比较开，然后高度也稍微有点低了。5比3。想要发一个短球，直接挂网，送了中华队1分。哇，奥赛！这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对。但今天泰国队啊，在攻击上啊，都还是企图的，就是一直往这两边的边线在走。对。角度都打得比较大一些。同样的方向也都有抓到。对。这都虽然这个分数没守住，但这个防守的策略啊，都是值得赞赏，而且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发展。Nice。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华队的经验啊，以及临场的反应呢，是优于对手。对。6比6。好球！哇，力量稍大。对。不过毕星的发球也蛮有自己的特色哦。他很敢发。对。
接得很棒，再来一次，好球又是2拍的攻击。对，很有自信。就再次的显现好的接法有多重要。如果接得够好，在控制的范围内，其实就可以去做2拍的进攻。对7比7。哇，真的双方真的就是互别苗头哎。这边也是第1拍的接发啊，就接得不错，然后直接衔接着2拍的攻击。哇，躲在界内。接发球，再拿一个回来。好球，没问题。今天中华队的表现太稳定了，所以就算其实泰国3队的这对组合啊是能够取得领先，但就是拉不开。对。好，毕竟刚才发球出界，现在调整一下，原地起跳，这是他的特色。哎呀，还是力量过头。奥塞，大家都不想让对方的接发球太好接。对。都想从发球端上先发制人。对。好，来了，没有接好，没有接好 ，nice。打铁趁热，再来1发得分。好，现场风势这一阵的风势又在增强了。哇！对方的判断啊，也做得很到位。比赛来到了21分，还是跟上一局一样啊。进入到21分的时候，双方其实也只有这个1球的分差而已。对。女生的这2场比赛打完了，那其余的场地呢，也把分组赛事呢，全部消化掉之后呢，其实在10点钟比赛结束，就要正式的开始抽签。那男子组呢，就是要在中午啊，就是最后的在我们的主场地的最后2场比赛打完结束之后呢，也差不多就要进行男子组16强的这个抽签了。那讲到抽签，就是南海老师讲，就尽量还是把自己的排名给提高了。对。那提高的时候呢，在这个成绩对位上，你可能就会面对到就是前面小组阶段的实力较弱的队伍。对。那打赢第1场的话，就直接进8强。对。好，暂停回来。好球 ，nice。出分好球。来了。哇，来不及，对方也是将计就计。毕竟就是他的发球都是在原地起跳的。对。那这样子的发球模式啊，跟我们现在画面上呢，这个看到的什么 Rudy，
正常来讲就是会有1、2步的助跑，对，这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依个人选手的习惯而已。对。哇，正在我们讲习惯的过程里面，现在泰国3队暂时是取得13、11的2分领先。好球哦！反应够快，前面第一线稍微被挡到了，手一个，哇，只能望球兴叹。毕竟的失落啊，是在前面啊，2个人稍没有配合好。觉得赶快沟通，就进行下一个，不要再想上一个的问题了。哇！哎呦！现在真的不想要这个应验刚才讲的话，这不是打3局的命啊，就是这2个中华队的球员啊，可能在小组的2场比赛都要打3局来分胜负。好，这边的暂停的确了。但我觉得中华队的经验也够好，从上一局到这一局啊，这个暂停的时间点，我觉得都喊得蛮对的。对，就说现在已经拉开到3分、4分的时候，不能再让这个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哦，赶快叫个暂停，沟通调整一下。这一次呢，在大鹏湾所进行呢，也是第4度呢，这个 ABC 的亚洲沙排的赛事啊，已经来到了台湾。那在大鹏湾的这个青州滨海的游戏区里面呢，也一共有6个场地，除了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中央球场，我们所谓的主球场之外，这旁边还有这个5个不同的场地呢，都在同时进行比赛。那这几天，尤其进入到假日之后呢，来到现场啊，都有开始呢会有这种饮料啊、小吃摊啊，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呢。除了欣赏到精彩比赛，也可以享受这种度假的氛围。对，是一个很棒的环境。但现在我们可没有度假的心情，要慢慢把分数给追回来，12、15。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是有得分的。有啊！好，我们看，差一些，基本上都能够跟到第1拍，然后只是这个接到的这个球啊，能不能够衔接第2拍而已。有，好球，漂亮，冷静。现在就看这个毕鑫跟淑芬是不是能够上演第2局的大逆转，最高落后到4分，现在慢慢追上来。小小的修正，不得不说，在这一局里面的表现呢，在进攻的这个处理跟选择上啊，真的都还是必须得给予这个泰国3队2名年轻的选手一些肯定。上一局里面呢，当然这个泰国的组合啊，在接发上面的问题是比较多。那反而现在在第2局啊，其实我们中华队的接发在第1拍上面呢，也面临比较大的一些考验。对。好，对方退往防守。好。按照现在局势的发展，可能真的要3局分胜负了。因为现在这一分拿下来之后呢，
泰国3队啊，已经是取得19-13，6分的领先，而且他们仅仅2分呢，就要拿到了这个他们这场比赛第1局的胜利，首局的胜利。靠我！好，再比一个，被对方挡回来。第3波的攻势，再来！哇吼，9攻不下。好啊，可惜了。对，想法是好的。对。再往前僵持了3个回合。没有关系。好，做了一个起跳的假动作，好球。这就是细节啊。嗯。就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毕鑫先做了一个小小假动作，这当然或多或少呢也会给防守端上啊对手造成一些防守站位上面的困扰。好，变成对方喊暂停了。这个暂停我觉得也有一点点这种技术性的暂停啦。所谓的技术性就是说，对于泰国3队要拿到这一局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回来之后，如果能够马上攻下分数，那又变成又可以再争取到比较长的衔接起来的一个休息时间。对。就有点像篮球比赛啊，在每一节的后段呢，叫了一个暂停，然后比赛节与节中间的休息时间都可以为主力选手啊争取到这个更多的休息机会。好，暂停回来，6分差要追回来的难度的确是高，但是也不能轻言放弃。先来看看淑芬的发球。好，还有，好球！淑芬在后场真的也已经尽力了。好，那么在第2局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是由泰国3队啊21-14追了1局回来，双方现在要进入到这个15分赛制的决胜局。那在昨天呢，可以知道毕鑫呢以及淑芬呢，在面对到澳洲的球队啊，他们进入到决胜局的时刻呢，是最终靠着充沛的体能，直接非常轻松的拿到了决胜局，拿下了决胜局。但现在呢，面对比较更为年轻啊、有活力的这个泰国3队，现在看看决胜局可能又是要上演一个5-5波的对战。所以老师，你觉得中华队在第2局的表现比较低迷啊？这个主要的环节啊，问题是出在哪里？我觉得当然就是防守有些没有守备到，然后该退篮，尤其是比较多波的篮网，你要怎么样判断的退篮那个 timing， 其实还蛮重要的。是。对。然后自己的接发球，可能接发球跟举球开始有一点急了。对，所以到位率或者是举球的开网度就增高了。对，这是在比赛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的事，因为第1局其实当然比分差是蛮小的啦，但整个第1局的比赛内容，毕鑫跟淑芬的这攻防两端的表现是非常的全面。没错。然后在第2局只要稍稍被这个拉开到2分3分的时候，可能真的就像乃涵老师讲，稍微有点急之后呢，你就很想要把这个分数给透等来。对。然后这个过程可能就会造成时机的判断啊变得忽快忽慢，然后造成了更多的失误。好，15分的决胜局，我们要有打3局的命，然后也要打3局都能赢得比赛的命才行。对。一开始，毕鑫的发球守住了第1波 ，no， 这个是一个 touch out。在篮网的移动跟起跳的节奏，可能要对他淑芬是抓最后一个，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慢了。好，
接发没问题。分的进攻一样。哎呀，这又是一波2比0的攻势，刚好被对方挡在界内。好球！好，这球往边角的路线走，正式的在决胜局得分开张。哇，厉害！现在从第2局，现在衔接到第3局，泰国的2名年轻球员啊，在进攻的组织上啊，他们的达成率也很好，然后判断、执行都很到位。对。哎呦，稍微有点靠网，应该是出界。哎呦，惊险一瞬间呢、真的，这算是捡到的分数。我们再来看一下。慢一点，慢一点。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节奏。对，不需要急。被新的发球。拦网，拦网。因为其实他们的举球几乎都是举给攻击手的正面，所以其实拦网在跟的时候不需要再一直在看举球员了，可以先多跟一点。是。好球，好球！这个分差不能在比赛的初段就被拉开。第一波的攻击啊，虽然被对方接住，淑芬的反应在往前的反应也很快。对。守一个。淑芬。哇，这角度也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犀利耶。5比3。好球！好球！只要接发好啊，大概就相距不远，与得分相距不远。轮到中华队的发球，4比5。有判断到对方的攻击路径了。虽然分数是落后，但仅仅也就这个1分的差距哦，2分的差距。好球！好，推网应该没问题。接下来之后轮到必行加速跳 ，nice。好，真的稳定下来之后，把专注力找回来。这是必行厉害的地方，可能在弹跳以及击球的制高点啊，这并不是最好的球员，但是他总能做出最好的判断。对方也打得相当的精巧，这一分。由于是15分的赛制哦，在决胜局，现在对方呢已经拿到了1半的分数。这个接发可以。
哇 ，no call no call。好，这当然就是还蛮明显的界外了，对3分差。 Nice。现在中华队的士气看起来是有些低迷。那当然，第一个分数落后，第二个打到第3局真的有些累了。要想办法撑下去。好球，这个举球有。 李欣接得很漂亮，再转架，哎呀，这可能也是受到一点点风势的影响啊，这个做球的位置不佳。反而是做到了对手的手上，9比6。好，喊一下暂停。 我的确啦，就从第1局这个完美的演出之后，现在第2局、第3局状态的确是在稍稍的，就是一步步的在下滑。但还是要提醒观众，这场比赛倒没有什么胜败的压力。那因为两边呢，在同组的选手当中呢，就是都有击败澳洲队的记录。接下来，就算这场比赛没赢啊，也能够进入到16强，然后也得看看签运如何。对。但现在他们应该要就是把一波的球感找回，减少一波的失误，然后再靠发球。对，因为他们后半段的发球其实都在发人家手上。对。 现在我们的乃涵老师已经讲出了这个完美的3部曲，这3部曲都演完的话，就可能把比分追平。希望。好，我们先从这个接发的第1拍开始。好。哦，好球。 好，2部曲要来了，要从发球上面，看是不是第一时间给对手带来一些威胁。哎呀，对方真的是这个攻击真的是厉害啦，该称赞的还是要称赞。今天手持对方打斜的角度，哇，你看，真的也是非常边边的位置啊。其实力量再大1分，可能就出界了。对。 好，送分，把握。对，对方也希望看到我们把2部曲演出来。2分差。好球。有了。 好，轮到我们再手一波斜线，有，哇，真的，哇，对方的攻击意图啊，毕竟是完全有猜到的。啊，运气不好啊，对方第1拍上面是先打到网带而改变球的方向。好球 ，nice，角落落地。 好，这是关键时刻啊！因为如果现在开始你拿1分，我拿1分，对方就距离比赛的胜利越来越接近。所以这是严格上说起来，也是追分的黄金时期啊，最好的位置了。还没有结束。这1分拿下来，才能真正的给对手施压。 好球 ，nice，淑芳好球，等你很久啦，就是这1分啊。对。
2部曲演完了，现在3部曲准备上演。现在压力在泰国队身上。没错。哇，拦得相当棒，士气的转捩点。好球！哇，对方其实接发没有接好啊，但一样也是将错就错。再来。没关系，还有机会。好，对方也判断到了，退网之后进攻也没问题，轮到碧星来攻击。好球！没有了。哇，那现在看起来就战况就比较危急了啦，因为对方差2分就要赢下比赛，那同时中华队有3分的落后，所以要逆转的话，等于至少要连拿个3、4分啊。好，这时候就先说声谢谢。我们的首部曲由这个对方呢是扮演女主角的角色。好，一样啊，这1分再拿下来，其实比赛还有戏。对。还有3颗，注意突破。好，有调整到，哎呀，好，这么一来的话，泰国3队啊，在分数上是正式的听牌了。哇，这反应真快呀！好球！对，还有机会。对。好，对方必须得做一些修正，可以挡住 ，nice。好，再追1分，冷静，注意惯性。哇，现在有一阵风，发球上面要小心一点。好，对方现在这个暂停呢，也是喊得够水准。因为这个暂停呢，除了自己要调整之外，因为现在刚好也是中华队气势要准备冲上来的时刻。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暂停不要影响到刚才这种状态跟节奏。没错。在上午的赛事啊，一共有我们在主场地呢会送上4场比赛。那待会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轮到男子组的分组赛事。然后在上午的压轴呢，我们还是要提醒观众会看到台湾男子的中华队啊，谢亚仁跟吴信贤、阿林跟阿hen呐，对，被出战了哦，在他们是赛会的第20种子，但是要面对赛会的第4种子，也是一场硬仗。好，关键时刻，1分的差距。管心，手一个下来，有，好球，自场，好球 ，nice， 碧星靠你了，这1分，对方应该是打不回来了，好，哇呀，这一个分数丢掉的太可惜了，哇，相当可惜，不过我们还是要给中华队啊一个热情的掌声！哇，他们真的也是让对手呢吓出了一身冷汗。
最后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局势判断呢、不够精细，对方救回来的位置。好，你看这球接得多漂亮啊！对。好，虽然没有攻下来，那对方也没接好，只能勉强的打回来，就没想到一掉到后场，两个人都往后追，所以也错失了这一次的反击机会。但不论如何，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还是要给我们的刘碧欣以及吴淑芬一个肯定。虽然输球，但是要知道他们面对的是非常有实力啊，而且积分超过1200分，赛会的第8种子是泰国3队的 Samita 以及 Samrudi。好，没有关系，现在就是好好的休息，迎接待会的16强的淘汰赛。而在待会呢，我们休息回来之后，现场也要调整网带的高度。那澳洲跟马来西亚要来正面交锋。介绍用